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6月29日，星期三，欢迎走进一波热点。全球新冠肺炎死亡感染人数你知道多少？路透社的一项统计显示，全球有超过5.42亿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而死于该病毒的总人数超过670万人。自2019年12月在中国报告首例确诊病例以来，已有210多个国家和地区记录了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从感染人数还是从死亡人数来看，率先发现并报告病毒的中国，却没有出现在感染最多的国家名单中。截至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022年6月28日星期二晚上10点，排名全球新冠病毒死亡和感染人数的前10个国家名单为：第一位，美国，约101.5万人死亡，8708.6万人感染；第二位，印度，约52.5万人死亡，4341.9万人感染；第三位，巴西，约67万人死亡，3207.9万人感染；第四位，法国，约14.9万人死亡，3008万人感染；第五位，德国，约14.1万人死亡，2779.1万人感染；第六位，英国，约17.8万人死亡，2224万人感染；第七位，俄罗斯，约80.6万人死亡，1842.4万人感染；第八位，意大利，约16.8万人死亡，1834.3万人感染；第九位，韩国，约2.5万人死亡，1833.9万人感染；第十位，土耳其，约9.9万人死亡，1508.6万人感染。从感染人数和在总名单上的排列来看，伊拉克位居阿拉伯世界前列，全球第41位，死亡人数约2.5万人，感染人数约234.1万人。约旦在阿拉伯排名第二，全球第46位，死亡人数达到约1.4万人，感染人数约为169.9万人。Airbnb 将永久关闭哪些服务预订？Airbnb 已经永久禁止在其平台上的家庭举办派对和活动。此前在大流行期间采取了临时措施，这一举措受到房东的欢迎。该公司表示，自2020年8月推出以来，该规则已远远超过公共卫生措施的要求。Airbnb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该措施首次推出以来，对各方的投诉数量下降了44%。他补充说，未来可能会开放全球对专业和传统酒店场所的禁令。Airbnb 还表示，它将取消允许容纳人数的限制。由于担心 COVID 的传播，它之前对居住者施加了16人的限制。欧洲的城堡、美国的葡萄庄园以及加勒比地区的大型海滨别墅这几类大型建筑，能够安全地容纳超过16人。取消这一上限意味着允许这些房主能负责任地利用他们家中的空间，同时仍然需要遵守对破坏性派对的禁令。该公司于2019年开始对派对施加限制，它禁止公开邀请派对和所谓的长期派对之家，这对邻居来说是一种滋扰。在大流行期间， Airbnb 为了公共卫生的最佳利益，无限期禁止举行派对。去年，超过6600名客人也因违反规则而被暂停使用该平台。Airbnb 说，这项新的长期政策旨在帮助鼓励和支持社区安全。中国航天器获得火星完整图像。据路透社北京报道，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自去年初以来，一艘无人驾驶的中国航天器已经获得了覆盖整个火星的图像数据，包括其南极的视觉效果图像。中国的天文1号于2021年2月成功抵达红色星球，这是该国在那里的首次任务。此后，一个机器人漫游车被部署在火星表面，因为轨道飞行器从太空中测量了这颗行星。
中国从太空拍摄的第一张火星南极照片，那里几乎所有的火星水资源都被锁定了。2018年，由欧洲航天局运营的轨道探测器在火星南极的冰层下发现了水。定位地下水是确定火星生命潜力的关键，也是为人类在那里的任何探索提供永久资源的关键。天文1号的其他图像包括4000公里长的峡谷 Valles Marineris 的照片，以及火星北部被称为阿拉伯大地的高地撞击坑。天文1号还发回了巨大的蒙德陨石坑边缘的高分辨率图像，以及18000米的 Asclepius Mons 的自上而下的视图，这是一座大型盾状火山。虽然50多年前 NASA 的水手9号航天器首次探测到 L 了该火山，但中国是全球首个拍摄到了其高分辨率图像的国家。北约战略构想最终的受益者是谁？北约周三宣布，俄罗斯是其成员国和平与安全的最重大和最直接的威胁，并发誓要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尽管泽连斯基指责该联盟没有采取更多措施来帮助其击败莫斯科。北约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造成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大的安全危机。但对于10年前称莫斯科为战略伙伴的联盟来说，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转变。北约成立于大约70年前，旨在对抗苏联。俄乌战争促使该联盟以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规模向东欧投入军队和武器，并促使瑞典和芬兰寻求北约成员国的安全保障。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哀叹，北约对新成员的开放政策似乎不适用于乌克兰。北约的开放政策不应该像基辅地铁上的旧旋转门那样，当你付钱时，他们才会打开，否则将是关闭的。泽伦斯基通过视频会议上愤愤不平地说，乌克兰付的钱还不够吗？泽伦斯基承认，加入北约是一个遥远的前景。北约正试图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让其武装乌克兰，而不会引发与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的直接对抗。与此同时，北约正试图将其触角伸向亚太地区，以挑战无论在经济规模以及军事上比俄罗斯更强大的核武大国中国。在北约的战略构想中，中国首次被确定为对欧洲、大西洋安全的系统性挑战。这是一份制定北约未来10年军事和安全战略的关键文件。自2010年以来，该战略一直没有更新。从那时起，中国一直在缩小与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的军事和经济差距。该文件针对的是中国与莫斯科的关系。该文件指责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不断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他们相互加强的削弱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企图，与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该文件声称，中国寻求控制关键的技术和工业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战略材料和供应链，利用其经济杠杆来创造战略依赖关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称，中国不认同我们的价值观，就像俄罗斯正在努力破坏我们的价值观一样。他说，我们以前的战略概念中没有提到中国。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野心和强制性政策挑战了我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而被纳入到战略构想中。中国外交部欧洲问题最高官员王路通在推特上驳斥道，亚太中国怎么能对北大西洋军事联盟的安全构成任何挑战呢？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是北约向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投掷了炸弹，并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该官员补充说，中国从不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我们不会把我们的想法强加给任何人。北约不应该成为一些超级大国用来维持全球霸权和镇压其他国家的工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中国不是我们的对手，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待它所代表的严重挑战。斯托尔滕贝格在谈到中国的反应时表示，北约仍将是北美和欧洲的联盟，但该地区面临全球威胁和挑战，因此有必要与我们的亚太伙伴合作。
北约文件简要提到了与中国的合作，我们仍然愿意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包括建立互惠透明度，以维护联盟的安全利益。在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会见了日韩两国领导人。白宫的一份声明说，他们讨论了加强整个印太地区的三边合作，特别是在解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非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构成的不断变化的威胁方面。朝鲜国家通讯社朝中社批评美国及其盟国试图组建亚洲北约。朝中社说，美国一心一意地与其傀儡进行军事合作，无视主要安全需求和亚太国家的担忧。北约和俄罗斯的关系变迁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从10年前的战略伙伴关系到相互的最大威胁，是谁基于所谓的价值观和非国际法为基础的规则与次序，一面高呼全球和平，一面把枪口瞄准对方的要害，从而导致全球冲突螺旋式上升呢？北约作为军事组织，其最新的战略构想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亚太地区，是否会引起中国的反感和进一步反制？如果是，这不仅搞乱了欧洲大陆，同时面临着破坏亚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的风险。过去数十年来，北约的能力与其好高骛远的构想相矛盾，它催生了俄乌冲突，打破了欧洲自身的战略安全平衡。由于其新的构想将进一步损害而不是能够维护其自身安全目标。欧亚大陆冲突，谁会继续得益？海洋国家还会领导世界下一个100年吗？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